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档每周更新的播客，用地道的中文聊学习和生活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看似简单，但是充满文化内涵的话题，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常说 Have a nice day？ 为什么想到聊这个呢？昨天一个学生下课后问我，老师 Have a nice day 用中文怎么说？我告诉他，这要看具体场合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但是当时他赶着要去上下一节课，我就没来得及详细的解释给他听。后来专门给他写了封邮件，进行了说明。今天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播客，欢迎您订阅分享，支持链接也在描述栏里。提前谢谢大家。如果有问题，也可以给我发邮件或者留言。好了，我们话不多说，进入今天的主题。Have a nice day 在英语世界中非常常见，在告别的时候很常用。无论是在超市结账、办公室下班，还是朋友聚会结束，都可以听到这句话。它几乎适用于任何场合，是一个万金油式的表达。但是在中文环境里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直接说类似“祝你今天过得愉快”这样泛泛的祝福。这并不是因为中文不够友好，而是因为语言和文化习惯的不同。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，也注重体贴对方的具体情况。对中文使用者来说，笼统的祝福可能显得不够自然，甚至有点空泛，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根据对方的情况，使用具体贴切的表达方式。比起一句固定的祝你愉快，我们更喜欢用符合当下场景的话来表达关心，这样既显得自然，又更有人情味儿。那么在不同的情境下，我们会怎么表达呢？比如你和你的朋友聊电话聊到很晚，结束的时候你可以说早点休息或者晚安。如果你和很久不见的朋友在咖啡厅叙旧，离开的时候可能会说有空常联系或者下次再约。如果对方正要去参加宴会，你可以说吃好喝好。如果朋友要去旅行，我们会说一路平安或者旅途愉快。如果朋友来家里做客，离开的时候你可以说慢走。如果他们开车，而且天色已晚，还可以加一句路上小心，开车慢点儿。朋友要出去玩，你可以说玩得开心。所以从上面的例子，你可以看到中文的告别语往往与对方接下来的活动相关，而不是一句通用的 Have a nice day。 这不仅传达了祝福，也体现了对对方的关心。总结来说，中国人不常说 Have a nice day， 是因为文化差异、语言习惯、情境相关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对于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们来说，理解这些背后的文化逻辑，不仅能帮助你更地道地使用中文，也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交流习惯。那今天的5分钟中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或者遇到过有趣的中文告别语，欢迎您来信或者留言分享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